美国德州的洪灾哦，真的是造成蛮严重的伤亡，现在已经有100多人遇难了。在德州的中部地区哦，因为周末期间就突发了洪灾，死亡人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00人，小河呢瞬间淹成了汪洋啊！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河水是短短几分钟哦，就淹成了汪洋，非常快速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哦。这个影片也在网络上面疯传，大家真的是措手不及。那怎么会这个样子呢？德州市长哦，这个克尔维尔市的市长，他就说啊，真的是看到这个灾情，到处都看到尸体哦。那房屋也被冲到了路中间。德州这样子的爆洪水位哦，是徒升了9公尺哦，甚至呢，滚滚而下的是什么呢？是汽车滚滚而下哦，就顺着这个河流滚滚而下。幸存者是心有余悸的回忆，当时洪水就像是这个水坝溃堤一般的涌来。那他们讲说，看到这个河水哦，应该算是洪水了，带了好几辆的休旅车哦，直接这样子滚滚而下，让他们吓坏了。那还有男子呢，是拼命在废墟当中哦，要找女儿，希望能够出现奇迹。这样的一个灾情引发了全球的关注哦。BBC 讲说，这是有一些致命的因素，比方说这个雨量啊，是4个月的雨量，在数小时之内哦倾泻而下，所以这个是惊人的雨量，触发了这样子，还有一连串的这个雷暴，致使了这些河水呈现前所未见的速度来暴涨。灾害的发生时间点也刚好就是在夜晚，那因为夜晚大家可能就已经睡着啦，也没有这个能够及时的逃生哦，所以造成这一次伤亡的人数非常的众多。那都说了是在夜晚啊，可是这个你看到川普政府花式甩锅，怪天怪地，怪前朝，怪老天，甚至还怪马斯克，什么的这个锅啊，通通就往外甩。来先看一下他们不同的讲法哦。川普是讲说呢，这个是拜登的责任，这不是我们弄出来的哦。这个那么严重的洪水，你现在是在任者，你现在这个什么拜维拉吗？靠拜登出来这个来淌浑水哦。他就说啊，我们一定会协助救灾，但是这是拜登搞出来的，不是我们弄的。说法还跟李维特不一样，白宫发言人他说是老天爷的问题啊。我们来听一下。So people were sleeping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when this flood came. That was an act of God. It's not the administration's fault that the flood hit when it did. But there were early and consistent warnings. And again, the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did its job. 对，所以他说这个是上帝的。对，这是上帝的天意哦，不是政府的问题。可是川普说的是前朝的问题啊，是前朝政府的问题哦。那还有呢，这个众议院的议长讲说，现在应该怎么样救？他就说我们就祷告吧。这些人的回答让大家觉得相当的吐血哦。那不过他们现在想说，有可能是 Doge 害的，就是因为人员裁减哦，这个降低了预警失误啊，所以这一连串下来呢，Doge 就是指向了马斯克嘛。马斯克当时呢，就是把这个国家气象局的预报的这些人员裁撤了，所以才没有办法预测到这样的雨量。那看起来这就是上帝联手了拜登跟这个马斯克，造成了这一次的洪灾嘛。这个川普政府没有打算要赶快来处理这件事情，只打算祷告跟甩锅嘛，让大家觉得很傻眼。那再来看到了马斯克现在跟川普的杠上哦，现在马斯克跟贝森特互骂。贝森特讲说Doge的原则是很受欢迎啊，但是马斯克不是啊。马斯克各公司的董事会是鼓励马斯克专注于商业而不是政治哦。马斯克就回骂他说，1年前我的民调非常好，也是川普频繁用我的原因，而你贝森特呢只是索罗斯的傀儡哦。你是学政治啊，这个连这个数学都不太会，所以骂他是不专业的，骂贝森特骂得很难听。那再来看到了这个成立 Doge。其实马斯克是想要省下一些开支，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大而美哦，反而会让国债增加，所以马斯克觉得说奇怪了，那当初成立Doge的意义是什么呢？不过川普倒是抓着他说，你现在成立第3政党也只是添乱，因为美国只容得下2党，第3党不曾管用过，还骂马斯克这个做法非常的愚蠢。那的确成立完这个美国党之后，让
特斯拉的市值一夕蒸发掉了680亿的确是让马斯克有受到实质的损失。而且呢，还有一些美国的媒体就好像要见缝插针，说马斯克你现在不管用啦，因为你跟川普决裂所以北京就不会视你为地缘政治的资产了。感觉上面好像这一系列的步骤也是一个回马行动我们来问一下赖老师。我觉得川普难道还看不到这是极端气候吗？气候异常的吗？我觉得这个已经很明白了。我在欧洲住了那么多年，上个月伦敦、巴黎他们高温到40度。过去我在法国生活1年就有1天36度，那是最高，那就到而且就1天而已。所以在整个欧洲，在法国至少在巴黎，我们是不会买冷气的，连电风扇都不太需要。但是现在已经是6月而已，就已经高温到这个40度，这代表什么？我们的气候真的是异常的。不管是大陆您看到，那么甚至连我们在台湾，可能半年的雨量1天给你下降，美国也一样嘛。这个已经造成了这种气候异常的时候，那就应该要赶快好好的尊重我们这个科学家大家的预判，那就应该要去尽量快去推这个气候的暖化的会议嘛。好不容易从京都的议定书发展到巴黎的这个会议然后到今天卡在那个地方，大家都不动，美国不动，因为美国是世界最大的排碳国，美国不动，其他国家为什么要动？那印度为什么要动？大家都不动。所以我觉得现在是真的要去面对的时候，不要等到地球在开始进行自我修补的时候，那就是真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上天是无情的，也就大自然是无情的。因为当它需要自我修补它的那个人类把它造成的伤害的时候，它是没有什么情感的，它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了。美国你现在自己本身也面临这个灾难了，你现在在推给拜登推给这个上帝，然后祷告，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政客，都是很不负责任的。现在真的是应该要好好的面对我们的气候暖化异常的问题。那马斯克跟贝森特当初就是为了关税的问题在那边吵架，因为对马斯克来讲，他是做企业的，他认为自由贸易是最重要，而不应该搞这个关税战，不应该搞这个贸易战，因为贸易战破坏了整个这个自由贸易体系，这个对于全世界是造成的伤害。他们2位就吵得很凶，那甚至还传说2个人就打起来等等，我们都听到这个消息。好，现在马斯克他离开了，自己成立一个政党，他不见得能够把他所属意的这个参议员或者众议员推上位置，可是他在明年的参众两院的选举，把共和党的部分的这个参议员的候选人跟众议员的候选人拉下马，绝对有这个能力，保证有这个能力。第一个，他太有钱了，他的钱可以多到他可以聘一堆网红，聘一堆年轻的媒体工作者，在新的媒体上从早到晚就是把你的这些共和党的候选人他所不堪入目的见不得人的事给你做出来，给你收集，给你做成影片，做成各种图片，从早到晚给你播到最后看你还怎么选。第二个，它有 X 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那请问一下，美国的共和党怕不怕？其实怕死了。刚刚看到那个李维特那一段话，你看他那个表情还嘻嘻哈哈在笑，真的是让大家觉得说这是太冷血了吧？苑老师，这次在德州发生的事情其实讲起来的的确确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悲剧因为德州本身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其热无比我到了德州去的时候，我那时候住在休斯顿吧，还是住在也到了这个奥斯汀的时候，他那个画室都到达103、104那泳池基本上呢就直接跳到水里就从来没想到现在变成这个样子这次发生这么大的悲剧的话，死亡人数已经是明确超过100人了最主要死的2个，一个是有个基督教的一个夏令营，那边就死了29个女孩子在那边露营大水淹过来。还有一个地方的话呢，就是叫 Kerr， 在德州那个小城市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们发生了土石流，因为那边就死了50多的人这个合起来的话呢，就是美国发生一个自然灾难，死亡的人数可以跟印度相比，那不得了的事情
我没听过这种事情，所以说的话呢，大家都会觉得这个事情的话呢，因为美国马上就开始进行一个互相指责的游戏啊。那李维特讲的话呢，其实他讲的话，他的说法上来讲，态度上不太对，他讲法并不见得就不对了，就是 act of God， 就是说这是自然的嘛，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信教的嘛。那另外的话呢，就是说是 Michael Johnson 讲说，我们只能够祷告啊。但我在这边稍微替川普澄清一下，他一开始有讲说这是一个拜登的 set up， 就是说这个拜登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结果，但实际上他后来讲说，他也不要指责拜登了，因为这个是100年来难得一见的这个大灾难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一个大灾难。那另外的话呢，有关于这个美国成立第三党，就是马斯克出来跑了成立第三党的话呢，他主要的目的啊，我可以跟大家在这边说明一下，就是马斯克他基本上的话呢，并不是要去选总统，因为他不是在美国出生的啊，就是那个很多人都在讲说，一个没有在美国出生的人。搞了一个政党，取名叫美国党，他凭什么啊？那不是这重点，重点是大家看一下最近几次的投票。首先参院的投票是51对50，那还是范斯把他的票投给了这个共和党，对不对？然后呢，那个众院投票218比214。那他们差距都很小啊。以些微的差距的话呢，那个在美国分裂的局面，那以马斯克的财力来讲的话呢，他只要搞到你只要翻转嘛，对不对？你只要从这个共和党那边挖2个人过来。对不对？然后在这个民主党那边再这个补2个人进去的话，那他就可以主宰全局。如果他只要能够主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那他可以主宰美国的政局。所以他的算盘是打在这里。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实我觉得呢，他基本上首先第一个就是美国那个大而美的那个法案的话呢，他会觉得说是跟他原来要成立的他那个 Doge 啊，就那个狗部门的公司的话，也不能算公司了，就是狗部门的那个理想啊，是背道而驰的。最主要原因是他认为，真的要美国好的话呢，不应该让美国欠这么多钱。可是我觉得这个马斯克这个想法的话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非常希望美国尽量多欠钱啊，绝大多数包含贝森特在内，因为贝森特他表达一个信心，就是说是美国欠钱，但是美元地位不会下滑，就这样子。好，来问将军。我们看到美国这次这么严重的一个天灾哈，当然你可以说是天要下雨，我们没办法去管它，但是难道你不能预防吗？我们看到美国政府体制哈，跟我们有很大的差别，包括美国它联邦制，它联邦政府的责任跟地方政府的责任区分得非常清楚。那该你地方政府去做，联邦政府根本就不会袖手旁观，根本就不会帮你。这件事情，我们从之前这个包括夏威夷那次。欧胡岛那次的火灾，还有之前没多久旧金山那次火灾，我们就看得出来，大家就看到火在那边烧，好像联邦政府袖手旁观啊，也没有任何一个协助，甚至于还在那边唱风凉话。那这次来讲，再加上政治斗争在里面，因为这次虽然说是德州是共和党的州没错，但是如果说是加州的话，那我想川普的话，可能用更酸的话来说他。好，那我们讲到这么大的雨。难道你美国来讲，你以这么科技进步发达的国家，你没有办法预测到会下这么大的倾盆大雨？难道你没办法预测出来，然后尽早发出警报给在这个当地落雨区的这些民众吗？其实我想我们台湾来讲，昨天才刚走一个台风，我们台湾都可以做得到啊。台风预先的预报里面，我们都知道有几级的风，对不对？什么地方会下豪大雨，什么地方会下大雨，雨量预估会多少？其实有一些这个山区那边会土石流的，我们就尽早先做撤离的这个预防性的工作，然后甚至于会预先警告。难道你美国做不到吗？那他们现在来讲的话，是说这个因为美国气象署有很多人被裁员了，本来24小时值班的人，现在来讲的话，就早上上班，下午下班，他就回去，所以雨来的是晚上啊，那个时候来讲的话，没有人在值班，所以没有人发警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发生这么大的灾情，其实包括中国大陆也曾经发生过水灾了，他们叫涝灾了哈，就是长江这个水这个下雨量大，然后淹上来。我们包括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曾发生过所有水灾，有几次的这种水灾或者是地震来讲的话，我们都看到部队投入救灾，因为军中来讲的话是指挥体系最快、救灾最有效率的一支单位。但是从之前的我们看到，包括火灾，包括到这次的水灾，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这时候你该动用国民兵，没有任何一个国民兵去动员协助搜救，尤其是说当这个水灾一发生，第一时间抢救的黄金时间。那不管怎么样，如果说有大批的这种国民兵投入搜救来讲的话，应该可以有效的减少伤亡。
难道你美国来讲，你川普，你的国民兵只用来镇压自己的老百姓，而不是用来救灾自己的老百姓吗？我觉得这是美国自己体制出了很大的问题。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金砖国家的峰会哦，但是让川普感觉芒刺在背啊，因为他感觉是不是要针对美国而来呢？杠上金砖哦，他说啊，所有金砖国家如果要对付我们美国的话，要加征你10%的关税。大陆外交部就出来反弹了，说金砖的机制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宣导的就是开放包容啊，合作共赢，不是搞这个阵营对抗，也不是针对任何国家哦。那关于加征关税，其实中方已经阐明了立场，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是没有出路的。这样子威胁金砖国家，让主办国巴西很生气哦。鲁拉甚至还讲了重话，说：“你是当自己是皇帝了嘛？”我们来听一下。Porque eu não acho uma coisa muito responsável e séria presidente da República de país do tamanho dos Estados Unidos ficar ameaçando o mundo através da internet. Não é correto. Sabe? Ele precisa saber que o mundo mudou. Sabe? Não queremos imperador. 对，看起来越来越多国家敢呛美国了。不光是这个巴西的鲁拉哦，南非的总统也公开表示哦，强权不应该报复为世界努力的国家。中国大陆也是谴责关税是胁迫式外交的手段。那李强这一次代表出席哦，他也说，这个金砖国家的领导人峰会的时候，呼吁金砖国家要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哦，也就是他们要继续坚持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重要平台，让新兴国家跟发展中国家是可以采取合作的方式哦。但是呢，这一回印度倒是很想要趁着这个金砖峰会，这个抢一抢这个世界上面的风头啊。印度因为明年要担任金砖国家的主席国嘛，莫迪就讲说，在印度担任主席国期间呢，我们会努力以新的形式来定义金砖国家。那金砖国家也意味着以合作跟永续发展来建立韧性与创新啊，甚至他还瞄准了中国大陆说，你不可以稀土垄断哦，还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势来讲，他就讲啊，需要共同努力来确保关键的矿产跟技术的供应链是安全可靠的。重要的是呢，任何国家不会利用资源来谋取私利哦，来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武器。他这样子的演说是不是剑指中国大陆呢？现在也引发了一些讨论啊。那的确，对于印度来讲，少了稀土，的确在很多的产业，像是汽车的生产就产生了这个中断的问题，因为少了稀土，没有办法继续制造啊。那印度的外交部最近也表示，正在积极跟中方接触，希望能够赶快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啊。那还有印度的自信啊，这个我们来看一下，印度的国防部长呢，他就讲到了，讲说这个新杜尔行动啊，这是现在在2025年新德里举行的审计长会议上面，他讲说啊，借由这个新杜尔行动哦，让大家看到印度自制的国防设备在战场上展现了世界级的能力，而且呢表现得非常亮眼啊，所以全球都在关注印度武器的需求激增啊，也在关注印度的国防工业。这是不是跟大家的关注好像不太一样？我们看新杜尔行动都是说啊，这个中国大陆的歼10哦打败了这个标风嘛，可是印度倒是大胜利哦。但是你看一下，印度的陆军也宣布全面禁止国产无人机跟军事装备当中使用中国大陆制造的零件，这是加强国家安全增加国防自主能力的重大举措。而印度的这个副参谋长也讲说，中国大陆在新杜尔行动期间呢，将印度的武器系统作为好像一个试验场，向巴基斯坦提供了他们的一些即时数据。那中国大陆这样子好像是不是站队在巴基斯坦这一边啊？然后用这一次的行动来试验一下这个印度的这些什么军武到底是不是可行？可是也让大家觉得很奇怪啊！你不是就说自己赢了吗？那为什么还要很生气说这个测试了你们的武器？那不是就是测试完之后你们很成功就好了嘛？那为什么会又这么生气呢？所以自己是不是立场上面也有一点矛盾的呢？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赖老师。金砖的平准购买力，它的经济体已经超过 G7 了啊，我想这个是客观的事实，大家都知道。所以如果金砖的国家大家团结起来，美国要对于所有的金砖国家课关税，这个对美国来讲，它的压力会很大啊。为什么？例如说，像你对于俄罗斯，你已经克无可克嘛，像伊朗你也克无可克，可是中东的其他的国家，例如说像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你也不敢克啊，因为他们事实上跟美国的经济依赖的方式又不太一样，那你也克不下去。然后另外对南方，你对于印度、巴西或者中国大陆，你如果要课关税的话，我想中国大陆已经还给你颜色了。到目前为止，巴西的态度一直很强硬，就是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那我们也还没看到美国真的敢对巴西课以高关税。到目前为止，除了钢铁税以外啊，还有汽车，可是巴西也没有什么车子进到美国去。那其他的都还没有开始。现在川普听到这个金砖国家开会了，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决议，这个共同的决议就是反对这个保护主义，反对关税战，主张这个自由贸易。所以对川普来讲，又开始只会用一招，就是威胁，就是说，只要谁这个支持这个金砖去对付美国，他就会给这些国家再增加10%的关税。那当然，媒体记者就问到中国的态度，大陆也没有正面的回答说你试看看嘛。但是大陆的这个委婉的外交用语之后，我们可以导出来的语义写就是你来试看看嘛，你怎么对我就怎么对你嘛。我们已经玩过一次了，要再玩第二次那就请便。玩过一次，我们刚刚第一节的时候就已经有讲了，你如果再对我刻10%，我就再给你刻10%。你再报复的再刻10%，我也再给你刻，然后再来你再来一次285，然后又当小丑一样，又降回奉陪到底。对，一定给你奉陪到底嘛。所以讲这种大话、粗话、狠话，坦白说没有用。所以鲁拉他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不要网络治国了。讲到这个媒体治国，我怎么觉得好熟悉啊？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这个世界怎么跟得上台湾嘛？真是有人只会在网络上、在媒体上来。那现在看起来，川普几乎都是在网络上治国，所以这个鲁拉的讲话就很直了。不过，我觉得印度在金砖的国家来说，一般来讲，金砖国家大部分看待印度都认为它是一个，你看我这个动作很像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动作的话，就变成很多人都认为是搅屎棍这样的。因为他在金砖国家里面是最不合作的，最不团结的那现在他因为接着要接下这个主席的位置，所以鲁拉就请他到里约担任主宾国的一个地位。那当然对于莫迪来讲又是一个舞台，他可以表演的舞台了，所以他很开心的就跑去了以后，他就等于是明年的金砖的会议会在这个印度召开。可是我们都知道，上一次的金砖会议在印度召开的时候，印度并没有把它办好。印度对于金砖的兴趣并不大，所以它本身要推动新的概念、新的东西很少。但是会还没开，它就开始间接的开始在攻击、批评中国大陆。那你如何让中国大陆支持你、配合你，把这个金砖会议开好？我觉得印度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这个搅屎棍好，我们来请教苑老师。我是非常担心明年这个印度担任金砖国家的轮值主席因为印度的话呢，确实是它非常麻烦了，它的整个态度上来讲，印度自己的话呢，在整个这个做法上来讲，它是想要自己当成一个大国所以说呢，这一次像印度的莫迪就是个大麻烦嘛在基本上的话呢，讲到为什么在金砖国家的时候，特别提出来稀土武器化的问题大家要了解中国有稀土是付出很惨痛的代价，环境的代价对不对你大家要不然的话呢，看到国际消息的都很少人只报道中国拿稀土当成一个出口的武器，从来没有想到中国在发展稀土的过程中做了多大的牺牲呢？那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又靠过这个来慢慢改善自己的环境。那印度的话呢，他的外交部长苏杰生也是很麻烦的人物对不对？然后他的现在那个国防部长的话呢，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也记不记得了，就是上个礼拜的话呢，上合会里面那个辛格啊来了这个在这个青岛开了这个上合会以后啊，要发表那个共同宣言的时候，他拒绝签字嘛，对不对？这个宣言当中，它里面就是强调啊，就是说是那个新杜尔叫诛杀行动啊，那么他们基本上说，你们那个讲的这个。只谈到这个巴基斯坦的那个俾路支的这个恐怖主义，没有谈到这个巴基斯坦这个国家里面。那这个大陆这边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你没有什么证据，怎么可以这样说？所以那辛德不管了，他就是拒绝签。所以印度要是担任这个金砖的话，我觉得金砖现在扮演了非常多重要的角色。因为金砖的话呢，目前为止最具体有个金砖银行是这个巴西前任的那个女总统嘛。对对，就是那个什么啊，那个女总统担任那个在上海担任那个金砖，就是一个贷款的单位。那另外全球南方的概念的话呢，伴随着金砖里面有很多国家参与什么。那当然了，金砖国家目前为止有美国在中间的颠覆。这个 BRICS 啊，当中那个 I 就是印度嘛。那如果印度担任轮值主席，会出现什么幺蛾子，没有人知道了。所以而且这一届的金砖原则上来讲的话呢，大陆没有出席。对不对？俄罗斯没有出席，领袖了哈，就普丁啊，跟那个这个习近平主席他们都没有出席的情况下，那本来的话呢，我初步得到的理解是说，这个金砖国家的话呢，就是他们没有出席的话呢，就是觉得巴西好像跟美国是搞得不错，那结果借这个情况下的话呢，他们其实实在太低估了川普了。川普基本上的话呢，就是采用他的威胁的政策。那这里面整体下来的话，我觉得这里头倒是这个印度的陆军副参谋长倒是讲了实话啊，因为刚刚翟轩也提到，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大胜吗？结果他现在讲说是，其实啊，讲起来他少说了一句话，在5月7号的时候啊，是我们印度对于巴基斯坦发动攻击，结果没想到6架战机被打下来了啊！他这没想到是这个事情。那现在的话呢，在印度呢，经过长达多少啊1个多月的宣传以后呢，有很多人发觉呢，如果真的打得这么厉害，那应该乘胜追击啊，对吧？要继续攻击啊！你狠话说尽了以后呢，却没有办法做出任何进一步的行动。那这里面呢，也说明呢，印度本身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处境，就是说呢，他自己觉得说他是被3方面，他讲了3方面，巴基斯坦把他飞机打掉，然后中国的技术资源，另外土耳其也在底下准备要对印度这个实施一种攻击，所以在这种整体的情况下来讲的话，印度说句良心话了，我很少对一个国家里面的重要的首长讲话都如此不信赖但是印度确实是打破了我的思想下限了。好，将军。我觉得这是中国到这个印度，不是把它当作武器的一个实验室，根本就把它当作一个表演舞台，这边展示中国的武器哈。这个不要那么客气了，就是表演给全世界各国看。印度航站。但是这次来讲，中国所展示出来的武器，其实对中国大陆他们的军武装备来讲的话，只能算是C 咖哈，还连 B 咖都谈不到。C 级的歼10C已经出来多久了？它后续来讲后面还有歼16了，更新的有歼这个20，这已经服役了。那马上已经亮相，会成军的歼36，那已经不要歼10来讲的话，对大陆来讲已经是不要是这个 C 世代的武器哈。那 PD15，它现在还有更远的 PD17啊。预警机来讲的话 ，ZDK 这次来讲的话，解放军还有空警500、600哈都有。所以他只是用一个 C class 的武器，就已经把你印度打得落花流水。那你还讲人家是实验室，我根本就是展现给全世界看的舞台，这个也不需要客套，好，就这样讲了。那第二个来讲的话，你印度要拆掉中国所有的零件，这个零部件你全部要去除，好大的口气啊！你问一下美国敢不敢讲这种话嘛？美国敢不敢说我所有军武要全部去中国，零件全部没有？我到现在为止倒是只有听过一个国家敢讲这种话，就是说你看到我们所有的武器，现在里面每一样都是我们国产，所有供应链都是我们国家的。这句话我在什么时候听到？我印象特别深刻，是10年前国际大解放军他们在天安门阅兵，那次庆祝抗战70周年那次阅兵，天上飞的地上跑过的哈。那个时候他们的这个国防部长就讲一句话，他说你现在看到的所有武器，每一个供应链，每一个零件都是我们国家自己产的。那我相信除了中国现在敢讲这种话之外，连美国都不敢讲这种话。那印度你敢讲的话，那你就做嘛，你做给我们看嘛，你把所有零件拆掉。我相信当你所有零件拆掉的时候，就是巴基斯坦去打你的时候。这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飞弹可能打不出去，你的这种飞机可能就会飞不了哈，你所有武器动不了。这是不争的事实是这样，我不用讲别的，我讲一个，你们自己国家里面每次摆出来那颗炫耀的飞弹叫布拉莫斯导弹，
你上面的那两个，你还记上两个国籍，一个是你印度国籍，一个是你俄罗斯的国籍，就代表说你所有的武器都不是你国家自己制造。你现在光辉战机，你用的零部件是不是都是从别的国家，不管是从美国，或者是俄罗斯，或者是意大利，或者是以色列进口？那你认为这些国家，他去主配这一架战机，主配这个雷达的时候，里面难道都没有用到中国的零部件吗？包括美国最新的 F-35战机哦，那时候他们就经过调查，结果发现 F-35战机里面的这种三菇泳池那个蚌埠啊，就是中国所谓的稀铁，这个铵就是重金属里面的铵。那时候美国也曾经想说，我不要用中国的，后来他们认为说没办法研究到没办法找到替代的用品，所以把它列为豁免项目，也就是说 F-35可以用中国采购的。这个向中国采购这个三菇泳池这个系列来当做它的润滑蚌埠，为什么？因为我就是找不到替代品。那时候美国国会经过调查，对不对？他们认为说是没办法取得。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岳举正。翟轩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翟轩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来关注这个川普啊，算是公布了一部分的关税已经有这个揭晓啦。他说在社群平台上面发布了给14国领导人的信件，告知呢8月1号起适用新的税率新的关税，包含了日韩要面临到25%的税率哦。那他在下午的时候也签了行政命令，将对这个对等关税实施这个暂缓期到8月1号。那可是日本看到之后恐怕是不太开心哦，因为比起原本的还高了1%呀。那川普只给日本20天的谈判期，他在社交平台上面就讲到了这个给日本的通知函，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很遗憾的一直未能达到对等，所以从8月1号开始，美国将会对所有来自日本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此为基础税率哦，另不包括其他的特定产业的关税。他这样的发函算是进一步警告如果日方呢对于美国的商品提高关税的话，美国将会在原有的25%基础之上再加比例加码反制哦，所以哇，看起来对日本好像已经友谊的小船翻掉了呀！这一次怎么还往上升了？还恐吓说你如果敢制裁我，我就会这个对等加码反制哦。因此，现在目前日本的政府紧急开会商讨对策。石破茂表示，美方公布的措施令人遗憾，将会继续和美方就关税来进行谈判。那其实这次日韩都是25%，韩国算是降了，日本算是升了。这一次对于这个解放日的24%还加了1%，是不是就是因为石破茂的态度太硬了呢？所以川普感觉很难下台阶，所以因此给他了25%的关税。那反映出来这段缓刑期其实日韩跟美方的谈判都是触礁的，市场也对于这个谈判结果是不敢乐观的。那反观这个印度印度现在也是强硬起来印度的商工部长他们说呢，接下来会从实力跟地位的角度来出发，跟美国来谈判，非常的硬气啊。他讲到这个贸易谈判将会以国家利益为指导，这当然是没有问题啦。那政府不会受到任何的期限拘束。因为呢，这个印度是有实力的，会从实力跟地位出发来进行谈判。我们自信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竞争所以这个炸裂出了这个印度迷的自信那看看这个《环球时报》，他提到了现在目前印度的财政部长就讲到，农业跟乳制品将是印美谈判当中的2大红线。他说他们绝对不会退让，就是任何可能会削弱本国的农业或农民地位的事情，印度是不吃这一套的耶，好像也是这样的意思。那川普还宣布了，美国将会在8月1号对泰国、缅甸、孟加拉、韩国、日本等14国征收新的关税，而印度呢算是接近达成协议。到底谁会让步呢？印度讲得很硬，美国好像也没有退，所以现在只能拭目以待了。印度政府在未来的24到48小时可能就会对这一个谈判结果
看起来就会出炉，就是美印之间的关税究竟是如何，很快就可以揭晓了。那但是呢，这样子公布14国的最新关税税率，美股倒是自己先崩了。因为看看道琼昨天就狂泻了600点，创下6月13号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而且呢，纳斯达克也是下跌作收哦。末日博士卢比尼就提到了，美国下半年将会迎来轻度停滞性通膨的冲击，而且联准会至少在12月之前是不会降息的，那会从而进一步冲击到股市啊。加拿大现在本身国内的声音对美国也是极其反感，他们说呢要把这个贸易流氓啊踢出 WTO， 所以现在加拿大硬起来说还要把这个美国踢出去，让美国沦为国际弃儿。而贝森特呢，他是说接下来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谈判可能会在未来48小时之内来宣布其他的一些贸易声明，那当中也包含了跟中方的官员还要举行会面可是到底中美之间的谈判会这么快吗？在未来48小时之内会有进一步的讯号出现吗？华尔街日报说恐怕不见得，因为习近平对美国的冷战已经开打了，那终极目标就是要超越美国，为中国追赶美国赢得时间。所以看起来这个还挺焦灼的。我们先来问一下赖老师，我们先来看一下日本或者韩国有没有在怕？没有在怕哦。日本的股市涨了101点啊，整个大盘涨了0.26%啊，韩国涨得更凶，韩国涨了55点啊，这个08点涨了多少？整个大盘涨了1.8%，很高哦。好，那为什么韩国跟日本的股市不怕？其实反而是美国的股市，昨天像道琼跌了600点，后来才拉回来一点点，现在是400多点做收。那为什么那个是美国在怕，而且是美国股市跌，债市跌，美元也跌哦，3跌。美国在怕，日本、韩国为什么没在怕？其实最主要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就是说你来试看看嘛，你美国真的敢这样克吗？你美国根本不敢这样克。川普，你的老把戏大家都看通了，都看透了。全世界第一个看透的就是大陆。当时川普也说，我跟你课这个关税，你如果敢报复的话，我会加倍。大陆就是马上报复，报复以后，果然川普加倍了。对，中国大陆再加倍，再报复，他又加倍了。后来加到大家都觉得像小丑一样的荒唐，就是加到285%，大家都笑的那个在地上打滚，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小丑啊。结果他自己也觉得自己是小丑，就说好了，退回145。结果呢，他马上希望跟这个中国大陆谈判。那中国大陆刚好去日内瓦访问，就说那你就过来吧。哇，你看贝森特带着他的最高贸易谈判代表，从华盛顿坐飞机就飞到了日内瓦，谈出来以后各10%，我克你10%，你克我10%，就这样子结束了。这个就是结果。这个就是结果，也就是川普你这一套，全世界最早看透的是大陆，最有底气、最有本事宰你的也是大陆。宰完了以后，现在他又用同样一套。各位想想，4月2号宣布说我要课高关税，哇，那时候拿一个表啊，很得意的念啊。念完了以后就是说，纳瓦罗他数学还算错啊。好，说4月9号开始课，结果美国的股汇市全跌。哇，4月9号不敢课了，说延到7月9号，好啊，那就7月9号。7月9号到了，也不敢课，延到8月1号。那8月1号记者就问说，那是不是一定会课？他说一定会课的，但是只要他打电话给我，那我们就有例外，特别处理。那就是意思，也就是说8月1号不会一定课。那我们就问了，那你就课看看。你对全世界你就课看看，你全世界都课以后，反正我都给你课了嘛，那我干脆再涨价，因为你美国你的生产制造业不足，你的美国的3亿多的消费市场的人口就是需要进口东西来用，你没有进口你就没得吃，你没得玩，你没得用，你的衣服没有得穿，你的球鞋没有得跑，你的平板电脑没有，你的手机没有，你的文具没有，
啊，开学了你也没有，圣诞节你什么也没有，你坦白说你就是什么都没有，你有的就是服务业嘛，而且你的服务业特别强嘛，你的制造业就是那几架飞机嘛，那现在那飞机对中国大陆来讲你也卖不动了嘛，为什么？因为课10%的关税嘛，所以你波音要假设你一架飞机1亿，你要卖到中国大陆，那就1亿1000万。空中巴士卖到中国大陆，假设也是1亿，它就是1亿，少那1000万美元。那大陆为什么要给你买波音？那因为彼此之间都课10%的关税，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啦，其实聪明的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学大陆，也就是你对我课多少，我对你课多少。那美国的产品就都卖不动了，而你的产品在美国绝对卖得动，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课关税了嘛。那大家都课了，大家都卖到美国，因为你美国的制造业就是不够，所以你美国还是要进口，物价只会上涨。然后呢，美国的产品卖不出去，那我觉得加拿大的这个学者讲的最好，把他踢出去，不要他了，把他赶出 WTO。那当美国被赶出 WTO 以后呢，其实大家都是自由贸易体系了，啊，那大家反而活得比他快活一点，就赶他出去嘛。啊，那他如果死皮赖脸要赖在这里，他涨多少你就跟他涨多少，就跟中国大陆一样，已经有一个范本在那里，绝对好用，你就跟着走就对了。贝森特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谈？他还说，如果大陆愿意的话，那是因为8月份的暂时休兵时间到了。那时间到以后，你美国怎么办？你要恢复到125吗？你敢吗？你根本不敢。所以川普会不会继续卡口呢？来问苑老师。我觉得说是贸易谈判的过程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其实有史以来也没有这样子干的哈，就是说是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纳瓦罗这个人呢？从这个4月2号哈，美国的时间的话呢，按照纳瓦罗的过程，然后来的话呢，那经过了3段的修正啊。那第一段的话呢，就是纳瓦罗讲的取名叫对等关税，其实一点都不对等。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发觉贝森特的话呢，他自己的话曾经扬言不干的哈，后来的话呢，到现在我们都听不到纳瓦罗声音了。对。然后这一下的话呢，又开始延期啊，然后加税乱加什么的。就这当中的话，有3件事情非常值得观察的哈。首先第一个的话呢，不晓得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贝森特讲的有关于跟日本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呢，这里面呢出现的问题，其实就卡在稻米跟这个汽车哈啊。然后那个川普对于稻米来讲起来非常好笑啊，讲起来稻米，川普就说你们自己缺米啊，我们现在美国刚好米跟进来，然后日本讲说的话啊，其实我们台湾对日本喜欢去日本玩，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稻米吃起来味道的感觉确实是比较好嘛。啊，我很少听说过日本人会吃美国米，那更少听说过日本人会开美国的车，所以说呢，美国的车子啊到日本是免税的。啊，那如果说是要磕25%的话，对日本来讲的话，是一个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关键是日本人长期习惯来讲不会开美国车啊，这大家都可以了解到啊。另外第二个情况的话呢，就是有关于印度的问题啊。印度的问题的话呢，刚好呢就是印度呢卡他的命门，就是他的这个农产品跟他的乳制业。就是印度这边为什么这2个问题是他表现出来一个非常坚持的一个态度啊？那么这个里面牵涉到，我觉得整体来讲要大家记住第一件事情啊，有关于贸易谈判的话是一个主权的问题啊。就是连台湾这么小的话呢，大家都嫌了，就是我们的政府呢跪来跪去的话都没有用啊，只有大陆不跪啊，为什么呢？这是牵涉到主权的问题，这跟国家大小没有关系啊，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话呢，就是说贸易谈判当中有关于这个对印度来讲的话呢，农产品跟乳制业的话呢，那印度它是一个没有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它这个独立是和平独立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原有的财富还是落在大财主手里啊。其实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没有经过土地改革的印度的话呢，它这个所有的农产品啊以及乳制业者啊，都是在原有的大地主手上。那他们对于国家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印度当然也不愿意接受，对不对？那我觉得的话呢，我呼应一下赖老师的观点了。那个加拿大的学者讲得非常好啊，美国的的确确是贸易流氓啊。啊，为什么是贸易流氓呢？因为美国自己不生产东西，完全透过进口别人东西。我今天中午在想了一下，美国这个做法是什么呢？美国等于是稀释他的生活水准，然后呢，用他的那个纸印出来的美元给人家，然后换人家的这个所有的生产品啊，比如说牛仔裤啊什么的进到美国来。所以美国人穿得好的原因，是因为用美国原有的生活水准来稀释，然后来进行。那川普现在看到的情况下来讲呢，对他来讲的话有2方面的功劳。一方面的
的话呢，就是川普自己认为说，美国在稀释的情况下，美国人生活只有困难了，那制造业才会回笼啊，不管回笼不回笼，反正美国才会制造。然后第二点的原因的话，就是说你要对我美国出口的话，我就要增加你关税，这是实际上原因。所以打到目前为止的话呢，是既不合公理也不合正义了啊。好，来请教将军。我们家以前养一只老狗，就有一天他以为餐桌上面有肉吃，他就跳上去后发现肉没有肉吃，但是他还下不来，一直等到被我们发现以后才把它抱下来。我觉得川普现在就像是这个样子，他下不来了，他跳上去以为上面有什么肉吃，就上去以后发现这个上面来讲不但没有肉，而且充满了很多不适合他的东西，但是他这时候下不来，他希望全世界给他一个台阶下，但是我发现现在全世界不给他台阶下，大概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从这个他4月2号对等关税宣布以后到现在为止，他总共富士比杂志给他统计到这个月7号，他总共改口了27遍，代表他一直想要找台阶下，但是各国已经看透他这些本事了。其实你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人，不要认为说是只有你们有智慧人，全世界都把人家当傻瓜。其实大家都看得很清楚。这时候我觉得他在上面他下不来，所以今天你看，你有本事你今天就开始嘛。你说90天到期，你今天就开始嘛？你干嘛又延到8月1号？你有本事你就对全世界。这个200多个国家，你当初宣布对等关税，你今天就开始实施嘛？为什么只有14个国家，而且是又要延到8月1号？那代表你的心虚，你知道不可行。那我们分析一下这是他公布的这14个国家里面，我仔细研究一下，有几个特色。第一个，当然日本、韩国是对美国贸易最大的国家，那它被科25%关税最重。大家会认为说是这日本跟韩国应该按理说跟美国关系最亲密啊，是他最铁的盟友，为什么对日本、韩国反而下重手来苛征那么大的关税？我跟你讲，只有一个原因的，就是有时候你知道这个打自己小孩给别人看，你知道，就是他打日本跟韩国来吓唬其他国家，你们看这个中国大陆，你看连日本、韩国，我自己家的小孩我都打了。这个欧盟这些国家，你们自己看你们要不要？连他我都敢打，那你们要不要看在眼里？所以很明显的，日本跟韩国我觉得跟越南差不多。当然，它在经济体上面可能体量比它大一点，比越南要好。可是，在这个同盟关系上来讲的话，日本、韩国有一个特色，就是靠美军来保护。你就是靠我保护，我就是科你关税，你就是我的小孩，我就打你的小孩给大家看。那第二个课税最重的几个国家是哪里？东南亚国家比这个日韩还重，将近课到40%的关税。为什么？因为东南亚这些国家，不管辽国、缅甸或者是老挝，甚至于之前已经谈好协议的越南，他们有个特色，就是大陆很多在10年前，他已经很多的厂商已经布局到东南亚，到那边设立生产线，将这些东西生产到你美国去。那现在来讲，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这个李强正在这个巴西在那边召开金砖会议，那这个川普还特别讲金砖会议金砖国家来讲，我特别加10%的关税。其实就像赖老师刚刚所讲的嘛，他现在最怕的是金砖这些国家团结起来对抗他。金砖国家也是联合在一起，也是一个大家不要忘了，他的这种人口或者是他的经济体量也占全世界将近1半以上。如果这些国家整个团结起来对抗你美国，你加征关税我也加征关税，那在这种状况下，其实我觉得现在川普来讲，他最担心就是这件事情。那现在我觉得南方国家应该好，第一个就是不要被各个击破。你如果被各个击破，就着了他的道了。但如果你光东南亚这些国家来讲，他不要被各个击破，今天吃亏觉得是美国嘛？那东南亚国家送到美国去什么？不是高科技产品，也不是汽车，也不是什么，都是日常生活用品。那你美国需不需要？这些东南亚国家卖给你的就是球鞋、衣服、T 恤这些东西，那你需不需要？我觉得美国你自己本身一定需要。那很明显的，如果说你硬要实施，你美国通货膨胀一定涨，那你的利率就一定下不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